最近，著名演员高虎因为吸毒被北京市警方抓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今年8月13号，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与北京市42家经济团体和表演团体签订了北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承诺不录用、不组织涉毒艺人的演出活动，来净化演出界队伍。这个承诺书签订没2天，成龙的儿子房祖名、台湾的艺人柯震东因为吸毒被北京市警方抓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艺人前赴后继的去吸毒呢？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吸毒之后，在法律的惩处之外，他们的社会关注度并没有因此下降，反而会比以前甚至有所提升。所以这从反面证明了北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存在的必要和重大意义，那就是打中这些毒性的七寸特别重要。很多人一提起演艺界就想起潜规则，经常说那句话叫贵圈真乱。那么有这么多演艺界的人士吸毒，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贵圈真乱这4个字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准确的地方。那么如果这样下去，一个行业如果持续是这种情况，那恐怕它的发展就会存在重大的问题，它的社会影响也一定是负面多于正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呢，出于行业自律的要求，和42家经济团体、表演团体签订了这个禁毒承诺书。我认为这是与时俱进、行业自律的一种体现。那么这个禁毒承诺书签订完了没几天，又出现了这个房祖名和柯震东这个事情。其实我倒觉得这证明了这个禁毒承诺书它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不妨呢，先回顾一下，就是咱别往以前说了，就是今年北京市警方抓获的这些涉毒的演艺圈人士都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今年8月14日，北京市禁毒总队在东城区抓获了多名涉毒嫌疑人，其中包括2名演员房祖名和柯震东，2人尿样检测均呈大麻类阳性。面对警方的讯问，2人对吸食大麻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本案一经报道，再次引起社会舆论的一片哗然。截至今年8月份，媒体多次曝光了公众人物涉毒案件。今年3月17日，歌手李代沫因吸毒被北京警方抓获。5月，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李代沫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6月13日，导演张元被警方控制，这是他第2次因为吸毒被抓。6月24日，知名编剧、作家宁财神因吸毒被查获。7月29日，演员张国立之子张默吸毒被北京警方查获。8月4日，北京警方在朝阳区将涉嫌吸食毒品的演员高虎等4人查获。被北京警方抓获的演艺界的瘾君子，涵盖了从导演、编剧到演员、歌手、音乐人等各个行当。通过这些片子，我们看到了好多大家非常熟悉甚至喜爱的一些演艺圈人士。你看那个光头歌星李代沫呀，张国立的儿子张默，演员高虎啊，这次的这柯震东啊、房祖名等等等等，包括著名的编剧宁财神。那么这些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是很大的。就是说这个现在的青少年，他们的偶像往往是70%以上是文体明星。也就是说这些人吸毒，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是不是就是演艺圈的人就愿意吸毒呢？他其实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因为北京市公安局的提供的一个数据也显示呢，最近2年抓获的这些涉毒人士里边，只有 0.15% 是演艺圈人士。也就是说要抓1万个这个涉毒吸毒的人，其中也就15个是演艺圈。可是问题是呢，演艺圈这些人像我刚才说的，有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影响很多人，尤其是影响着青少年。所以这个行业如果在禁毒这方面做得不彻底，它的社会负面影响就会相当大。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北京市这个演艺界禁毒承诺书它存在非常非议。有的人会说这个不录用啊，这个不组织艺人的，这不等于就绝了这些后路了吗？难道人家要改过自新了，痛哭流涕了，坚决痛改前非了，你还不给人个出路？我倒觉得这次这个禁毒承诺书它不是说一辈子的，它也是带有警戒，然后警示，以观护效。它的时间呢没有明确规定，就说到底是几年，这起码它是有一个象征意义，因为你也不好让一个行业协会来规定几年以内，它毕竟不是行政单位，而且说实在，这个禁毒承诺书呢，它不具备行政约束力，它只是个行业倡议书。就是我们呼吁，要万一这42家经济团体或者表演团体，它真就录用，真就组织了，这演出行业协会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强制约束，它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呼吁，但是它起码代表着这个行业协会它开始自律了，它不能坐视这现象不管。大家记住，凡是某个行业某个领域之内出台什么什么承诺书，那一定是这个领域出现了重大问题。也就是说，演艺圈现在吸毒这个现象是非常不稳，影响越来越恶劣。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犯了事儿的这些艺人涉毒的，往往年龄也都是在35岁以下，因为他们思维活跃，追求人生享受，追求刺激，而这个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不算完全成熟，对人生怎么样还没有完全琢磨明白。所以我说这个时候这个禁毒协议书应该是来得很及时的。为什么我说他打中了这个7寸呢？你可以看到，现在凡是这些涉毒的这些明星都走过这么一条道，犯事被抓住了，然后进去待2天，一个劲儿的忏悔，然后再红，几乎都按照这个轨迹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除了被法律惩处以外，他觉得没啥，我没损失啥，甚至有的还因为这个关注度提高了。所以你看那个编剧宁财神出来之后，就问你后不后悔，我做过的事我不后悔，他也没觉得怎么样，因为这不过是马失前蹄。有的人是呢，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但是也有很多人呢，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睡一觉，他没拿这个当回事。所以这也就是说的，光是法律惩处他还不够，实际上这个社会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惩罚，反而有的时候呢，还给了很高的演出经济关注度。咱们说以前谢东，咱们知道这个90年代那个唱那个常唱的像现在的你笑脸的歌红了，但是后来他基本没别的作品，都已经销声匿迹了。可是因为吸毒又重新回到公众视线了，还有商演了。马文君吸毒被抓住了之后，风平浪静之后呢，搞了几个慈善活动，又出席电视节目，商演价格比以前还高了。也就是说，有不少的吸毒的明星，他在这个东窗事发之后，不仅社会关注度没降，反而升了。结果有的这个艺人，包括他的经营团队，就采用这种负面营销。像前2年吸毒那个艺人莫少聪出来之后，又是要采访费呀，原来片酬就10多万块钱，结果这个事出了之后，反而涨到100万了，就他还得了好处了。你说这不是一种反向的激励作用？所以如果你要是这些吸毒的艺人，在东窗事发之后，不仅市场价值没有降，反而升了，那么对他来讲，这个事儿他就不会当回事儿。他靠什么能够吸毒？吸食毒品，毒品很贵的，他靠他自体获得这些利益。你现在让他的整个经济利益达不到以前那种效果了，这才能从根上解决他的悔过自新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当这些演出团体不再用他了，商演也不找你了，这个时候可能对他的触动才会更大，才不会有这种反向激励的效果。那么现在行业自律，不再组织这些人的商演，不再录用他们，其实等于从根上给了他一种惩戒。这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每个人犯错得为这个错误承担责任，你是有底线的，不能突破这个底线，不能你做了错误的行为，反而从错误的行为受益了。那这样社会的公平正义、道德良知又怎么会存在呢？怎么会树立得起来呢？
有很多人说老梁你说那个不对呀，人家艺人进去了，拘留或者判刑了，那都可以了。你别忘了，这个仅仅是对他吸毒行为的惩处，这是每个人只要有这样行为都会受到这种惩罚。艺人和明星不一样，为什么？他除了这以外，他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是你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你还没有受到惩处的。你为什么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呢？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社会影响力。那么你现在这个社会影响力带来了很多负面，不再是给大家带来一种愉悦了，那你怎么办？你难道不应该从社会影响力层面接受惩处吗？我前面说了，这些艺人对青少年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有很多青少年就崇拜他们。你看曾经公安部门说过这样的一个事例，一个青少年吸毒，说告诉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怎么不听呢？他说你们说那不一定对，我崇拜谁谁，你看他还吸毒了呢，他大明星他能不爱自己是爱惜自己身体吗？他都吸毒，有什么不可以的？可见你们说吸毒是损害生命这事儿是瞎说。你看看，就是明星他这种负面作用对青少年影响是特别大的。我们以前也知道有很多明星身上的丑闻，包括什么艳照门事件等等等等，有很多青少年就是他们的粉丝。往往这个青少年对这方面事情的明辨是非能力是不高的，有可能自己崇拜的人这样，他也就这样。所以这个事情的社会负面影响是绝对不能低估的。而艺人他吸毒，接受法律惩处之余，他原来因为社会影响力得到的经济利益，再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事，社会影响力出现负面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再继续靠这个赚钱了。否则的话，这种负面的激励效应，那就使我们这个社会的公理呀、道德呀，在各方面受到很沉重的打击。另外一方面，还有人迎合这种心理去组织演出活动，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大。那么其实在这一方面，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他演艺圈处理这些问题处理的就比我们要好得多。咱们不说太遥远的，就我们身边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咱们现在很多人看了韩剧，觉得韩国这个偶像很多。你看韩国的偶像吸毒的特别特别少，有些过气一点的是，就是当红，尤其是当红的，他这吸毒不仅仅是他自己自律，他这个行业这经纪公司管得特别严，也曾经有过几个当红偶像吸毒，但迅速被踢出这个行业。有的是明星，有的主持人，你就别干了。为啥呢？整个韩国的公众对这方面的要求是很严格，你出现这样负面的，我都不再追捧你了。包括有的青少年追捧不要紧，他家长管这事儿，老师管这事儿，而且有些行业自律的部门呢，自然而然就把他排除到公众视野范围外。而且经纪公司在这种压力的影响下，他不敢纵容这个现象。以前我们看像李敏镐、金秀贤这样的韩国的优质偶像，他们每天的社会活动是受经纪公司严格限制。为什么？公司投入大价钱针对你打造出这么一个偶像来，你突然间出现负面新闻，我不赔本了吧？所以你看李敏镐、金秀贤这些，每天他的业余活动都有助理跟着，那助理不光是帮着他处理生活问题，还起到一种监控作用。你到点必须回去睡觉的，你到哪个酒吧喝酒旁边都得跟着人的，你不准出现这种负面的东西。这就是社会风气，如果充满着正能量，它会对艺人有着本能的一种约束。所以韩国的一些优质偶像，他自身的自律能力也很强。我说实在的，就是我看到就韩国艺人从实习生一步一步走得成，也很不容易，人家付出真的很多。一个人要想成功，他必须约束自己的欲望，不要让自己处在那种放荡不羁的状态当中。如果你这方面不自律，你带给青少年的是负面影响。我们捧你干嘛呀？为什么要捧你？所以我说韩国在这方面做的堪称是中国演艺圈的一个表率。同时我们再看日本，日本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一旦哪个演艺圈人士要涉嫌毒品了、吸毒了，他休想在日本国内咸鱼翻身。最典型的，过去有一个出名的玉女级偶像酒井法子，好多朋友也都熟悉他演的这个电影吧，包括出演的电视剧。酒井法子最后和丈夫一块戏，这个事东方事发，日本上下对此谴责特别严厉。为什么？因为酒井法子对日本青少年影响很大，是个优质偶像。你出了这个事儿，你的负面榜样出现，社会一致谴责。
究竟发自多少自想再付出，遭到所有机构一致统治，就是你这样的人就不能再你想付出是不可能的，甚至的，你有明显的悔过行为都不准许你再付出，因为你有悔过行为，你付出你要再红了，就会使一些青少年认为，你看这不也没事吗？看来我吸毒也没关系。所以日本在这方面带有一种赶尽杀绝不近人情的味道，但是它确实使这个行业得到了净化。很多艺人是不敢以身试法的，不敢轻易去趟毒品这个雷区，整体演艺圈以及市场追捧效应带来的一种客观环境。就说我们在这方面长久以来给予这样的艺人太高的摩尔，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这个北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非常有必要。当然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不是法规，它只是倡议，但起码代表这个行业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它实际的操作性包括到底多长时间之内规定禁毒，说他是不是一有悔过行为我们就可以再组织他的演出，这些都不是硬性的规定，都要靠每个团体的靠着一种主观判断来把握。所以我说它现实当中的效果不可能是立竿见影，它只能是代表这行业做一下呼吁。而且与此同时呢，光北京市一个地方你这个不组织这个，其实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呢？这些涉毒艺人他们绝大多数商业演出是在外地，在北京以外地，所以如果全国的这个演艺团体经纪人团体都共同承诺不组织这些人，这才对他们有真正的作用。而且这不光是全国范围，从根边上你从行业上讲也是，光是演出不让他们演了，商演不让演，也不会起到打蛇打七寸的作用。最好像影视剧协会这样也参加了，我连让你们拍电影拍电视剧都拍不了，包括一些商业机构请你来或者代言或者参加商业活动，我也不找你。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涉毒艺人彻底的警醒，知道我这么干是触犯了社会道德的底线，我这么干是等于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否则他转一圈，他该挣钱还挣钱，这等于不是切苦之徒，是隔靴搔痒而已。所以我说这个启动承诺书它真正要想起到作用的，应该是全国范围，应该是跨行业的，不光是演出这个行业，包括一些影视剧拍摄呀、广告代言呢，一些商业活动都应该集齐起来抵制这些涉毒艺人的商业活动，这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这种抵制它不光是这个行业，还需要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在这时候要甄别清楚，一个艺人一旦出现负面效应，往往我们很多人以前就认为德艺双馨，歌如其人艺如其人，往往你的世界观会因此被打碎，他怎么会这样？那么对于随便践踏我们道德底线的这样艺人，我们不应该给予追捧上的高度领会。所以我说只有做到这点了，恐怕艺人涉毒现象才能大幅度下降。但不管怎么说，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振聋发聩地发出了这个第一声，这种行业自律对今后演艺圈里净化自己队伍还会起到积极作用，咱们应该为这个承诺书做好。就在前几年呢，流行音乐的天王巨星迈克尔·杰克逊死的时候也很多这个美国人说上帝太喜欢他的声音了，所以要把他带走。那这上帝不能光带男的不带女的，这不这两天上帝又带走了一位女歌星，就是她，这位惠特尼·休斯顿，也是名扬天下的一位第一流的女歌星。就拿我听她的歌的感觉，高不足为奇，难得的是既高且厚。惠特尼·休斯的高音不光高，而且感觉浑厚无比，这个声音呢，你听起来真是世界的极品。要用诗词的说法呢，就是词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者几回闻。那么惠特尼·休斯顿嘛，走的时候岁数不大，1963年生人，刚刚满48周岁，正处于一个歌手相对来讲比较好的时候。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他的死亡势必会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和争议。刚才我们看短片里说他这个早晨时候发现不省人事，
大夫也给做了什么呼吸手术，这个的没救过来。现在有结论说呢，他死于心脏病啊，有的说药物过量啊，酒精重刑。但是美国人不少媒体人普遍猜测，这个佩特尼休斯顿死跟吸毒有关系，因为他将近20年的吸毒史。佩特尼休斯顿这么大牌个明星，他怎么能沾上这个毒呢？这事儿啊，咱们得从头说起。这个上帝也有的说很公平，他给了惠特尼休斯顿一个完美的歌喉，接下来又给了他一个破碎的婚姻。惠特尼休斯顿人生接触的第一个毒品，其实就是他的第一任丈夫，他的前夫鲍比·布朗。这是在1992年7月份发生的事儿。当时在新泽西一个小教堂里头，当时已经名满全世界的惠特尼休斯顿和鲍比·布朗结婚了。这场婚姻震惊全世界，大家都不敢信。怎么不敢信？惠特尼休斯顿当时已经是大名气大义，就是电影制片人，身家过亿都这样了。鲍比·布朗是个小乐队的成员，打架、吸毒、酗酒，多次的监狱，就跟个小混混差不多。你说大家能不感到大跌眼镜吗？怎么他俩结婚了？可是这两个人呢，还真信誓旦旦的啊，要忍儿长久恩爱，白头偕老。刚一结婚头1-2年还真行，这鲍比·布朗呢，也不吸毒了，也不酗酒了，老老实实的过日子，认真钻研音乐。可是当他俩的小女儿出生的时候，这个鲍比·布朗故态复萌了，接着喝酒，喝完酒之后吸毒。费特尼休斯顿心情极为苦闷，情绪一落千丈，跟她丈夫一样染上毒瘾，俩人退了吸毒了。开始，所以惠特尼休斯顿应该是从95、96那几天开始染上的毒瘾了。这一摘毒瘾不得了，两个人的关系本来就是吵架要离婚，因为吸毒经常在一块，反而这婚姻显得磁腐，不像过去那样。你说这个毒品对人的危害得有多大？而且一点点下去，鲍比·布朗啊，吸毒、家庭暴力，吸完毒之后兴奋了，打费特尼休，轮到那个时候咋不着呢？惠特尼休斯顿沾染上毒瘾也不在乎的。当时惠特尼休斯顿一出去蓬头垢面，弄得简直非常邋遢，再也没有就是那个形象了。到了什么程度？那不仅仅是吸毒带来的危害了，他产生这种幻觉啊，吸完毒之后把自己身上脑袋轻一拍自己不爱吃，然后清醒了就说这都是魔鬼在殴打我，你看这地面上有几个小魔鬼，这鲍比·布朗不三不四的扑一话，就是他们把我打的，这都发残掉。而且由于长期吸毒啊，整个生理指标也下降，经常小便失禁，随便拽块尿不湿垫上完事儿。有时候跟家人正吃饭，乖这人就没了，一没1-2天，有时候没1-2个星期，大家都知道他吸毒去，可没法阻拦他。所以这段时间呢，等于这个惠特尼休斯顿弄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当时呢，有美国媒体呢就把他这种邋遢的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样上了头版头条。可以看看光彩照人的惠特尼休斯顿和最后吸毒之后弄得邋里邋遢的惠特尼休斯顿，这个反差得有多大着呢？2006年的时候呢，惠特尼休斯顿向法庭提出离婚，最终两个人呢把当然票离了。后来呢，惠特尼休斯顿试图振奋起来，2010年的时候呢宣布复出，就是我的要开始在重新各地开演唱会，并在澳大利亚一场，在英国里呢。结果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场出问题了，刺毒已经把他的声带我弄得差不多了。等他登台唱的时候，大伙一听完了，这还一代天后，高音上不去了，声音非常沙哑，唱了2首歌不到，只出汗拿毛巾擦汗吧，甚至唱自己做雄性歌中间还得飞射准。底下人看了一看，完了，这一代天后真是不行了，有不少人提前离场，我这等于浪费钱，发这么大价钱我看大了，使他很多歌迷感觉很伤心。走过头他说不是我的毛病，澳大利亚气候不行。杰森在英国开演唱会，突然莫名其妙的推迟了1个礼拜。樊豆豆说他毒瘾又犯了，等到开演唱会的时候同样不灵，唱的也不怎么样，甚至中间莫名其妙的
让这台上乐队啊敲一会儿打一会儿。他离开了15分钟，有人怀疑瘾上来了，上下边又不知道怎么干起来，这是在英国的演唱会同样也不理想了。这使惠特尼·休斯顿付出几干，基本是怕单位。你想，对于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发行这个唱片达到1.8亿买港的这个度，到如今沦落到这个地步，而现在呢又一命呜呼，很多人就说这毒品呢等于彻底的把惠特尼·休斯顿给毁了，这个吸毒啊！你看这明星艺人，有的观众朋友想到很多，他说前2天不就有这事儿吗？张国立他儿子那张默不是吸毒啊，他这就说最近这2天又出来了，怎么张国立又是道歉又什么的，又去安慰自个儿子似的，说这你看张默这明星吧，再往前倒，去年好像孙兴莫少聪吸毒，然后马文君，还有什么这个谢东，什么导演这个张元，还有以前的不少事儿，什么零点乐队里的曹若萌什么的，有人这么前前后后一琢磨，发现个事儿，好像这个毒品只要一出事儿，以演艺圈明星为毒。有人就纳闷了，有说这360个行这么多行的，怎么偏偏这个毒品离艺人这行这么近？为什么这个毒品离艺人离演艺圈比较近？首先一个咱得必须说明一件事，你看咱们宣传这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再说毒品那家破人亡啊，那就惨了。可是你发现尽管宣传力度这么大，政府打击力度也大，那贩毒是死得鱼，可是你发现吸毒的人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吸毒啊而带来等入占卜败露，等使人暂时呢脱离痛苦，这种痛苦包括肉体的痛苦，就是那种。你怎么会现实当中有吸敌的威的呢？有蠢滴霜的呢？那是纯自杀。这是为什么敌敌畏跟砒霜有毒的东西吃了就死，吸毒呢将来的远景那是很不妙，可是都是比短暂的脱离痛苦带来快乐。有人说那这都对了，那人这东西谁都是理智的动物，都知道咱得为长远利益不能多死。你可别这么抬举我们人类，我们人类有时候为了眼前利益根本不顾长远。咱可以举好多例子，咱说这个那比吸毒是轻多了，就说抽烟，我这个过去抽过10多年烟，后来现在戒了有6、7年了。有的朋友说这个戒烟呢太难，很困难。那么吸烟危害健康，谁不知道？这个人就知道吸烟危害健康。可是为什么你戒烟那么困难呢？一个关键问题在你把烟戒了带来的健康是将来的事儿。我眼下不抽烟，饭后一支烟快死活谁？没这烟没着没落着，眼下痛苦。为了解脱眼下痛苦，获得点欢乐，我先抽吧，我别戒。这不就是为了眼前利益吗？那咱还有像比方说糖尿病人控制饮食，我就是糖尿病人，我心里很清楚，眼前摆着个带糖的东西，真想吃。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也糖尿病，他的论调就想吃我就吃，什么概念？我宁可病死，我不能馋死，我得吃。你看，这不就是为了眼前这点快乐，放弃了长远的利益吗？那么这个毒品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短暂的快乐呢？有一些朋友，公安界的朋友跟我讲，说吸毒人那个感受不用看啥都没法，是眼前就破破烂烂屋子都金碧辉煌呗，眼前长得一般人那都花容月貌，看谁都好，对谁都感恩，见你跟你唠嗑那个兴奋的不吃哭啊，痛哭流涕啊，这世界太美好了，跟谁都感恩的，而且兴奋的不得了。那么不少演艺圈明星呢，他当然本能的愿意追求这种快乐，而且当他觉得生活平淡一点的时候，这种常在这个鲜花和掌声当中待的人，他特别追求这种感官上的享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艺人在名利场起起伏伏，这会儿有鲜花有掌声，可能转过天来不受人待见了，一下落到低谷，可能又有赏识迎来的一个机会，人生又重新灿烂迎来第二春。这种大起大落在名利场起伏，
人非常容易有患得患失的毛病。当你处在巅峰时候，那不用说了，当落在低谷了，心情会格外痛苦。这个时候痛苦，你想解脱怎么办？用毒品来慰藉自己空虚的灵魂，希望能使自己始终处在那种亢奋美好的状态当中。所以这第二点是艺人和名利场的这种关系。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经常听有的这个艺术家啊，说到这补品，所以有的人有这论调，为什么吸毒啊？增加创作灵感吧。经常觉得创作思路枯竭了，然后希望通过这个增加灵感。一旦有一段灵感枯竭了，还想突破，有的人就琢磨毒品这好，为啥？毒品吸进之后一亢奋，能给自己带来一种幻觉，这样会去提高创作灵感。你看有一些摇滚歌手，甚至有一些码字的作家都染上这个毒瘾了。他真是希望毒品能给自己带来创作上的一种升华，能不能呢？那是不能。为什么呢？毒品使你兴奋呢，是发散性。任何一种创作呢，都是形成灵感之后呢，然后集中精力扎进去，你才能形成创作。可是呢，毒品呢，让你产生幻觉来，提升想象来，可这种想象是分散，整个感觉也是分散，你根本没法在毒品刺激下去集中思路去搞创作。所以这种东西最后呢，有不少的吸过毒品的一些所谓搞艺术的说，哎呀，吸完了以后晕晕乎乎了，人都飘起来了，哎呀，感觉迷迷瞪瞪的，什么集中精力也想不起来。那你做不到这一点，何谈创作呀？这是艺人吸毒的第三个原因。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艺人这个行当啊，有些地方不利于他们拒绝毒品。这个行当我指的什么不利于拒绝毒品的？一个是作息规律，一个是工作特征。演艺圈的人长期过着阴阳颠倒的生活，早晨可能11点12点到中午才起来，而晚上多晚都不睡，后半夜吃夜宵，一直闹到天亮。我过过不少演艺圈，他们有说叫拉大夜拉小夜。拉小夜是指后半夜2点睡觉，拉大夜是一直到天亮。长期在这种工作状态下，为什么我说这不好呢？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年轻朋友，有时候也是不到天亮不睡觉，或者不到后半夜不睡觉。为什么他不对？咱们老祖宗怎么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酒而饮，更强而食。这是我们几千年下来人就这么过来的，天醒我醒，天睡我睡，日头起来咱就干活，日头下去咱歇了。这是我们人体几千年下来人类正常的生物钟。那么艺人长期这样架着，他的身体有可能出现问题。到晚上本来该睡觉的时候，他必须得兴奋起来，因为演出了嘛。那么有的时候生物钟发挥作用了，到晚上困了，或者长期这么熬挺不住了，到晚上兴奋不起来了，可他的业务特点就决定了他这时候得演出得兴奋，怎么办？有人顶不住了，就要用毒品来调。这一点特别重要。这是我说他的作息规律，还有他工作习惯，工作的特征。他工作特征是什么呢？大家也清楚，对，艺人表演嘛，你得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装狗像狗，装猫像猫，装男像男，装女像女，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你得能随时调动不同的情绪来进入你表演的状态。可是正常人让你哭就哭，让你就笑，你得多难呢？就这种对自己情绪的收发自如的控制，这非常不容易的，但艺人又得必须做到。但你开始有这能力，有这状态行，一旦状态没有了，情绪调动不上来，怎么办？有的艺人就开始动用毒品，通过吸毒给自己带来飘飘忽忽的感觉，情绪亢奋，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即使不是为了演出，他平常生活当中想找这种状态，有的人就奔着毒品使劲。所以我说这个艺人啊，离毒品为什么那么近？跟他的工作特征和作息时间是特别相关。所以惠特尼休斯顿你看看什么状态？他挣的钱上亿美金，万贯家财，一沾上毒品，那么到这一场，到后来进入21世纪以后，惠特尼休斯顿有一段时间都是什么与债赌人，那么有钱的人借钱，这会沾上这个东西对人的危害多大？
咱们说惠特尼休斯顿吸毒演一圈新的，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沾毒品的人很多呀，他不是离我们远，离我们很近。问题是很多人呢，以为我沾的不是重修毒品，我又不是冰毒，又不是海洛因，我轻修毒品，什么比方说大麻，这摇头丸，我嗨一嗨，觉得这东西一吸就兴奋，好的不得了。还有的年轻人觉得这是时尚啊，我这是个反叛，是青春的叛逆。在美国60、70年代，抽大麻的抽些什么人？其实大学教授、大学生、白领，他们觉得这是反潮流的象征，其实通过这个呢，可以达到精神上超越。可是为什么现在你看西方国家这线上就少多呢？人家经过的阶段知道，依靠这个达到精神的超越，那是无稽之谈，根本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呢，缅怀惠特尼休斯顿的，应该在他身上吸取教训，千万不要跟这个毒品沾边。咱们要有这个功夫，好好欣赏一下惠特尼休斯顿的《天籁之女》。